在之前的2集里，我们聊过了耶稣在库姆兰那段消失的18年，也拆解了公社里那些黑客机般的能量操纵术。今天咱们把视线从那些宏大的神迹和科技转移到人的身上。在2000年前那个等级森严、充满偏见的古代世界，竟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隐蔽的社区。那里没有金钱，没有奴隶，男女绝对平等，甚至还有着超越时代的卫生系统。耶稣就是在这种乌托邦式的环境中长大的。为什么库姆兰公社女性的地位比现在的许多地方还要高？他们的共产主义究竟是如何在沙漠中运转的？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2000年前的完美社会的运作真相。如果您对此类内容感兴趣，记得点赞订阅，继续支持我的创作。首先，库姆兰公社最震撼人心的一点就是这里完全没有金钱的概念。在公社导师苏迪眼中，金钱是造成贪婪、嫉妒和战争的根源。他说他根本理解不了购买和私人拥有是什么意思。库姆兰公社实行的是那种最纯粹意义上的按需分配。公社里有一个巨大的仓库，如果你缺衣服了或者需要粮食了，你就直接去向管理员申请，只要你确实有这个需要，公社就会无偿提供给你。你可能会问，那大家都去领东西，没人干活怎么办？这就是公社的高明之处了，按功效、按功绩衡量。在库姆兰，一个优秀的园丁被认为与一个伟大的学者是平等的。只要你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你就能获得集体的尊重，并换取你所需的资源。如果你是学者，你可能会因为出色的研究获得更多的纸草作为奖励。纸草是当时学者的生产资料，对于专门从事研究和抄写工作的学者来说纸草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因为公社的核心使命就是保护和传承人类的知识火种。纸草越多，意味着你获得了更多的纸张来继续你的研究，复刻古老的卷轴，或者是记录新的发现。如果你是园丁，你可能会被分配到更大的空间来发挥你的天赋。这种基于个人天赋和勤奋而非财富的评价体系，彻底消除了阶级对立。如果你觉得这个社会没钱已经很超前了，但是在那个女性被视为男人财产的时代，库姆兰公社实行了真正的男女平等。苏迪告诉我们，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女性甚至不被允许进入犹太会堂的主体部分，只能在特定的露台待着。但在库姆兰公社的圣所里，女性和男性是并肩坐在一起的，一起讨论法律和灵魂。女性在这里不仅是学生，还可以成为老师。她们佩戴着代表等级的色带，和男性一样接受最高等的教育，数学、天文学、律法。苏迪甚至说，我见过很多女人脑袋瓜子比普通的拉比当时就是犹太教职人员好使多了。这种平等的逻辑基础非常深刻。公社认为，上帝创造了男性和女性，是为了让他们互相补充，而不是让一方统治另一方。库姆兰人意识到，孩子最初几年的教育都是由母亲完成的。如果母亲没有智慧和教育，又怎么能培养出聪明的下一代呢？耶稣日后对女性那种破格的尊重和包容，其思想的源头就是他在公社求学的这段时光。虽然库姆兰公社倡导平等，但它并不是一个毫无章法的混乱组织。它有一套非常视觉化的、非常严格的知识等级系统，每个人额头上绑的色带就是他们的身份识标。灰色代表初级学生，刚开始接触宇宙的真理；绿色代表寻求者，这就是苏迪在跟我交流时的等级。他们已经掌握了基础知识，正处于向大师迈进的最后冲刺阶段。蓝色代表大师，这不仅是一个头衔，你必须通过长老们非常严格的考核，证明你对宇宙法则有了深刻的领悟才能佩戴。白色代表长老，这是最高境界，意味着你已经在灵性知识上达到了完全的休息与成就。
红色，这是一种特殊的色带，发给来自外部的短期留学生。他们认同库姆兰的理念，但并不打算终身留在这里。耶稣的某些亲戚和一些富家子弟就属于这一类的。这套系统的精妙之处在于，它鼓励所有人终身学习，哪怕你已经是白发苍苍，只要还是在寻求真理，你就是公社的一员。在古代，奴隶制是经济的基石，但库姆兰公社规定，我们这里没有奴隶，我们只有自由人。苏迪说，我们绝不锁上任何人的链条。那么谁来干那些脏活累活呢？在公社里，做饭、打扫卫生被视为一种谦卑的修行。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太傲慢了，你可能会主动申请去当一段时间的仆人，通过服务他人来磨练自己的内心，克服名为骄傲的罪。我在做义工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啊，不为名利、不为财产去工作、去分享、去帮助他人的时候，内心真的是法喜充满。公社有时呢会从奴隶市场上买下奴隶，只是为了给他们自由。这些被解救的人如果愿意留下，他们可以从事任何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享有和所有人一样的学习权利。这种对人格尊严的极其尊重，在2000年简直就是文明的奇迹。库姆兰人不仅在思想上超前，在生活方式上也干净的让人惊讶。在那个瘟疫横行、平均寿命极短的时代，库姆兰公社居然有一套复杂的地下供水和排污系统。公社成员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全身沐浴，他们利用地下管道将清凉的山泉引到大型的室内浴池。苏迪描述道，浴池里不仅有台阶、水流，还是恒久更新的。这可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保持身体这个圣殿的纯净。更先进的是他们的排泄系统。在当时的犹太教法中，人必须去城墙外处理排泄物，因为那被视为不洁。但库姆兰公社在城墙内修建了带有独立隔间的厕所，并利用流动的水和特殊的添加剂来保持清新。当苏迪听到外面的人还在沙漠挖洞埋排泄物时，他忍不住笑出了声。这既不卫生也不方便啊！库姆兰人这种对健康的深刻认知，也正是他们能够掌握高阶能量的基础。因为一个肮脏淤堵的身体是无法承载高频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道家说的性命双修就是这么来的，身体和意识要同时开始修。看到这里，你也许已经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在后来的传教中会表现出那么多反传统的行为，为什么他敢于打破禁忌去触碰不洁的病人，因为他在公社学到了能量平衡的科学。为什么他愿意接纳妓女、税吏和被社会唾弃的女性，因为他在库姆兰看到过女性担任老师，看到过灵魂平等的真相。耶稣那句著名的变卖你所有家产分给穷人这句话，在现代人听来也是愚蠢不可思议的，但这其实不是一句随性的口号，而是他童年生活中最真实的写照。他不是在宣扬一种不可能的理论，他是在邀请世人进入他曾经真实生活过的那个爱的国度。库姆兰公社这个秘密社会不仅为耶稣提供了知识，更给了他一个模板。他后来一生都在努力将这个沙漠里的乌托邦扩展到整个人类世界。遗憾的是，公元68年，罗马军队的铁蹄踏平了库姆兰。那些致力于保存人类文明火种的爱塞尼人，在最后的时刻，将他们最珍贵的卷轴封存在陶罐里，藏进了死海边的山洞。他们知道，库姆兰这个伟大的社会实验虽然在物理上毁灭了，但只要知识还在，只要耶稣撒下的种子还在，人类终有一天会再次觉醒。库姆兰公社的故事告诉我们，2000年前人类曾经非常接近那个完美的境界，而今天当我们站在现代文明的十字路口，重新审视这些被抹去的历史，也许能找到通往未来的钥匙。如果你也想念那个充满爱与平等的库姆兰，请在评论区留下乌托邦。下一集我们将进入这个系列的最终章，聊聊库姆兰公社那些未被公开的关于生死与轮回的真相。我是 Jenny， 我们下期再见。